我前两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一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待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，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，美食博主家人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、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我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。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一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上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！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0000个想不到啊，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外面天亮了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那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。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的，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你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。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，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嚼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小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，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、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，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一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炸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这些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。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做疯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给我来个电话。他说哥们儿，你要遇着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我奶前两天不知道在哪个床底下翻出个电饼铛，让我在家试试能不能摊煎饼果子，说摊好了以后这饼铛就写我名了。但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做呀，我就上大街上找一个小摊，我就站着看。我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大娘是我看了她有点紧张，还是因为疫情在家跟老头打仗，狠心出来创业了。就那1个小时，她摊坏了7张，完大街上也没有野狗，她就都给我吃了。后来我俩对视了一下子，你能感觉到我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张有身份的牌，就他看我可能像个城管，但我看他绝壁是卧底。后来我看也学不着啥，那吃饱了我就回来了。我奶不愿意吃脆煎饼，我就掺着白面，这饼底一定要多刷点酱，这玩意儿他妈齁死才好吃呢。纯甜面酱比较咸，可以兑点蒜油辣酱和雪碧，再放上果子薄脆和小狗肠，哎呦我绝世香香了。完这不在家做吗？就想起高调，还约2条不挑食的朋友，这都跟大娘学的，做失败了就就近找嘴往里塞。
先做的是煎牛锅，刷点黑胡椒酱，再放上薄脆，这味儿太稳了。强烈建议米其林大厨多学学天津伯伯。还做了煎饼肘子，我寻原汤化原食，把肘子汤勾点厚芡，黏黏糊糊就当酱使了。这大肘子皮卷里我真上头啊！这放着葱花，放几块果子，无敌了。完最近市场上海鲜不好卖，300块钱捡了一只3斤多龙虾回来，还是脖子以下取肉，脖子以上煮粥。这个红呢不知道是啥，我也没敢吃。这刷蒜蓉辣酱就行，虾参就1碰2了，这样吃着过瘾。这说实在话，确实比之前做龙虾蛋堡要好吃一点。问题谁能拒绝煎饼果里藏个大虾仁啊？咱说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都给头纱蒙上了，我哪也不认识谁是谁，就个查小旗儿。但今天其实我藏了300来个心眼呢，我留了个厨师自留菜。就东北人其实对煎饼没那么馋，但是对饼有无尽的向往，就在这饼上刷上咱们调的酱，多抓点土豆丝儿，再塞几块肘子肉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吃去吧，等夏天能出摊，我这饼我就卖7块钱一张，你吃上一口，你都恨不得回家求房本吧，赶紧回来买了，真太香了。今天在家尝尝生腌，不都说这玩意儿是潮汕毒药吗？不知道这东北大肠能不能苟住啊？配方是我国潮汕地区著名痛风夫妻加之派和他的大哥大提供的。他说你只要按照我这个配方来，口味我保理，肠胃靠自己。这给我地下的，提前2天就在家吃蒙头13。我们同学更狠，昨天晚上在家翻箱倒柜吃剩菜，专挑馊的吃。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没啥可穿的了。他说这回可以放心吃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这玩意儿吧，能不能吃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要是不吃主食，肯定是不能吃饱。做了2份煲仔饭、辣味双拼和豉汁排骨，然后留了几个虾和虾爬子，煮了一锅海鲜粥，还做了广式给包。感觉好长时间没吃这菜了，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为有点不太好，惦记吃生腌，怕吃不饱又做的别的菜，这不纯拿给包当备胎呢吗？这不。这生腌一开盖，那味儿真鲜，闻着就好吃。我们同学差点没一个猛扎里，正好他愿意闻着味儿。我说你分装吧，我就把快递拆了。之前相中一块运动手表，终于赶上得物搞活动了。我看的时候小1000呢，前2天500多就买了。他们最近有一个部分手表首单55折的活动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我看有几块卡西欧啊、MLB 啊都挺好看的，可以去看看。但他这个链接里吧，还有一块黑水鬼，我点我都没敢点。你们谁卡里要是没有这么多钱，不怕划错的，能不能帮我点开看看？他打几折？来吧，吃串了，这玩意儿吃着吧没那么可怕，而且我觉得挺好吃，海鲜也没什么腥味儿，料汁儿是吃火锅的肥牛汁儿、海鲜汁儿那个味儿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鲜甜的。其实最好吃的是皮皮虾，但就是太扎嘴了，吃这玩意儿嘛费上牙糖呢呀。等生腌配上砂锅粥，这听起来就很人字拖。完，我们同学把那盘虾爬都吃了之后，把我电褥拿走，他说今天晚上得开着睡了，一旦有个什么意外的话，从烹饪角度来讲，这就叫大火收汁儿。我现在呀，天天给我奶琢磨吃啥都愁得我。本来说想吃红烧肉和2两鸡腿包，但我奶天天吃这玩意儿也没啥新鲜的。后来我临时决定给他俩灵魂互换一下，于是就有了一锅塞满了红烧肉的大包子和2个本不该完整的2两大鸡腿。这包子我奶吃可高兴了，就掐我一大腿。说心里话，他也该高兴，要不是我炖肉的时候瞎琢磨，那谁家好人包能放这么大块肉啊？正好新我奶买个锅，今天开完锅给拿去。他说原来那锅涂层都快脱没了，完看一圈就相中这个了。完这2天哈尔滨又下雪了，早市也去不了了。给我奶做了一锅椰蓉奶香包，留着早上吃，还做了蒜蓉卤蚕蛹，我奶一顿吃了半盘。完今天市场那个卖肉大姐临走居然送了我一个肘子，她说我算了，你奶已经半个月没吃肘子了，快拿回去吧，别让老人家心寒呐。但该说不说的，给我奶新买这个苏本有肽无涂层不粘炒锅真挺好，炖个红烧肉煎个鱼都挺好使还不粘。它这个锅吧有钛合金抗粘材料，时间长了越用越不粘，像钢叉钢球啥的你就放心用吧，它没涂层，所以也不怕涂层脱落呀。我寻思家里换口新锅不如一步到位换个好的，但我奶这锅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开锅之后我又拿肘子汤润了一遍。来吧，香香了，黑裤、尖刀、红包、奥腿、牛螺、糖枣、糖醋蛋、蒜蛹、椰包。本来还想给我奶炖豆角，这事情来的太突然了，只能是跟奶吃点肉对付对付了。这回妥了，随了我奶愿了，这真是每天睁眼睛只能吃肉了。